Hello，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这种亚克力灯片。这几年蛮流行镭射雕刻啊、雷切，然后所以这一次的案例就介绍这种亚克力灯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完成图稿，就是亚克力嘛，然后中间就是有一个雷雕的一些线条啊，怎么快速做出这些线条，就是今天这课程要讲的内容。给大家看一下成品的结果，就是大概是长这样。中间就是雷雕的一些痕迹啊。那当然这个是 Rhino 的彩线呐，我没有特别真的去把它雷雕出来，可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去创造出很多个角度的平面雷雕造型啊。这几年蛮流行这种产品的。那要怎么做呢？首先我先把 Rhino 我们开一个新档案先设定好你的单位，那我选小模型公里。然后接下来准备好你要把它从3D 变成2D 的网格啊，或者是非网格都可以。那我这里是用网格啊，所以我先把这个已经准备好的网格先把它 copy 过来大家等我一下，我把它贴上就把这个网格贴上了我先切个着色模式给大家看一下。网格太密了，可能你们这样看不清楚。我稍微把它改成彩线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一阵子蛮流行，就是猎鹰美术馆的一些扫描的一些 STL 所以前阵子大家就开始除了自己防疫期间呢，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猎鹰一些美术用品美术雕像这样。那我就特别选了2个，一个是摩艾石像，一个是我们的大卫雕像的头像那我一个简单一个复杂嘛，对不对？所以我从简单的这个开始解释。那首先我们要怎么从这个网格变成这个亚克力灯片的这种线条的图形那一定是从这个网格去做简化。我先把它切回框架模式那我先把它分个图层好了稍微调整一下位置。那这个网格的大小，这你们就自己会使用缩放工具位置摆放这些你们都自己调整就好。我先教一下这个做法。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摩艾石像。这里有一个 subd 工具这里有一个指令叫做重建为视角网格，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指令来让网格平均分布为4角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就4边的啦。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侦测音边，我把勾勾关掉那这里预设是2000，这里50，其他这个地方都是预设，然后我就按预览那等一下我就直接按确定好，这边让它跑一下，它下面有它的读取条，其实这个再重建还蛮快的。我来按确定大家可以看到它重建完的视角网格就长这样那这里是不是有一点不对称？那你希望你的摩艾石像全部都是对称的那你在重建的时候，这个重建视角网格这里就有一个对称轴，那这个绿色的轴是 Y 轴，所以你就 Y 轴打勾然后按确定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对称的程度就变高了？那接着我们回头来讨论一下我现在这个线框已经有了，可是它现在是锯齿状的，就是一条一条，因为网格嘛，它的特色是直线直线。那最终我这个灯片我希望这个地方是滑顺的曲线。那如果你希望它是锯齿的，或者是滑顺的，不管，假设我们先希望它是锯齿的，你就可以以这一个状态下去建立2D 图面然后这里选我再做慢一点，尺寸标注这边有个建立2D 图面，选它 Enter， 这里选视图，因为我们只要这个角度嘛，那其他地方我都先不勾，我就按确定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把3D 变成2D 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要怎么变成中间有这些框线？有一个方法很快，就是抽离这个边缘，复制边缘，然后就这样全部框起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边缘就被复制下来？然后复制完之后，我先把它群组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些锯齿的线状就被我群组起来，然后我再挑一个你喜欢的角度哦，然后建立2D 图面，选这些线跟这个物件 ，Enter， 然后一样这也是视图，这些我都不勾，然后按确定。它其实算很快。因为我们 Rhino 6之后有改写这个 Mac2D 的一个运算了，大家可以看到，那这些线是不是就得到我们这个有点像亚克力灯片的这个效果？那它现在是锯齿状的，对不对？就是它是直线、直线、直线。如果你希望你的结果是这样，那你已经做完了。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我现在来讲一个更进阶的，我们再重建一次哦，重建一个视角网格。那这个数量你可以增减这个部分你们可以自己去测试哦。比如说我现在数量可以用到10000，它的网格会更密一点，10000，然后我先按确定。是10000跟2000跑的速度不会差太多你可以看到10000它的网格是不是比较密因为我们对称也是 Y 轴嘛。好，那当然我不要这么密啦，因为这么密我看不清楚这个轮廓线，所以这个其实数量不用太多，所以我都用预设值2000，先用预设值2000就好。然后一样这个地方也是 Y 轴，那里面它有一个工具叫做转换为 subD 物件就这样打勾，然后按确定。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很快它就会转换视角网格之后，它会多转换一个，就是我们的 subD 的状态，这个就是 Rhino 7的一个新功能哦，就整个 subD 的工具群组。那你有发现转换成 subD 这一些锯齿状，刚刚原本是锯齿状的边缘它现在都变平滑了所以它是把网格这个我按 Tab 键。这是切换它的平滑模式跟平坦模式，你就可以看到它把它的这个网格的状态变成平滑的状态，所以这一些线条也跟着一起平滑了。然后我现在一样在这里用这个复制边缘，就这样复制边缘。好，然后一样群组一下。好，那我再挑一个我换个角度好了，我换这个角度。好，换这样。然后我们一样建立2D，把这边全部选起来，然后一样也是视图，然后这边我都不勾，然后按确定。好，然后让它建立视图投影哦。那因为它有平滑化的关系，它是比刚刚再慢一点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视图投影。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它会掉线，对不对？这个地方它会掉线，它原本这条线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会这样连过来，然后这条线应该是这样连过来，这样才有完整度嘛，对不对？这样才是它网格的完整状态，可能是这样啦。那这些我自己补的，我先把它取消掉。那这些地方它有些地方它都断掉，那掉线是3D 斩2D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要怎么避免它掉线？这时候如果你不介意刚刚那个掉线状态，这样也是 OK 的。那如果你很介意，可以考虑用其他的方法。这个线我们就先不要这个 subD 我先复制，我复原一下好了。我直接复制里面那个 subD 的物件出来，我特别讲解一下这样复制出来，然后讲一下这个地方。subD 工具里面有一个叫做转换物件为 Nervous 那它现在是不是网格一片一片一片的？那它在转换为曲面的时候，它有一些转换的选项，所以我现在转换为 Nervous 就转换为我们的曲面。这里有一个 subD 选项然后你按进去，它有一个面
这里有个写一个封装，那你就选不封装。不封装的意思啊，跟封装的意思，我等一下各测试一次给你看。我先测封装的啊，我就按封装确定。好，然后稍微等它一下，它转很快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出来就是我们的多重曲面。那这个曲面就不是网格了哦。所以其实我看我从网格到这个状态，是不是就把它还原成曲面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逆向的一个章节啦，只是我现在要讲亚克力灯片而已。然后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曲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诶，这个曲面效果是不错的，你看哦，原本这个网格这么粗糙，对不对？然后突然实木石之后，诶，整个效果就蛮不错哦。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炸开啊，炸开，这就是一片曲面，两片啊，好几片啊，不管几片，那我就是全部总共有185片。那如果说刚刚选择不封装的效果，哎，这个地方预设是这样，好，不封装 ，Enter Enter 啊，那就稍微不封装，它需要跑一些时间了，我先把这个放旁边一点，然后把这不封装的拿出来啊，大家可以看到吗？不封装的意思就是每一块网格它就自己生成一个曲面。那如果你觉得曲面的结构线这样看起来太复杂，在这个内容面板这里有一个曲面结构线，把它关掉，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那这样它是不是一片一片的曲面？一片一片的曲面是不是都可以正确显示它的边缘？所以其实这一个状态再去建立2D 图面，然后这里有一个正切边缘，打勾会让你的线条正切的边缘会呈现，所以这个地方我先打勾，然后我按确定。所以有可能刚刚掉线的地方是正切边，也不一定。好，我不确定啊，我先这样做一次投影，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这样投影出来的一个效果，因为它这些线条就很明确啊，这些线条，掉线的状态就几乎快要没有。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我不敢保证，可是可以说效果是很好的。那我现在就是以这个作为范例，然后往下继续做灯片。好，那这里要怎么做出这个亚克力灯片的外面这一层？其实简单说来就是里面这一层偏移嘛，偏移曲线。那这个那么多条线都是小断掉的线，你不可能一条一条这样组合嘛。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个工具，在曲线工具这里有一个曲线布林运算，然后选所有的线 ，Enter，点最外侧就可以了。点最外侧，它就会框这个最外侧的轮廓 ，Enter。那这个轮廓是不是就做好了？那这轮廓呢，我建议你按一下组合啊。它正常来说应该是组合好的，有时候它是好几条啊，就看它有没有封闭起来。它现在刚好是封闭的，那有些轮廓比较复杂，它就没办法封闭。好，那你可以看我炸开，它是有320条组成的，我再重新组合一次。好，你看它现在重新组合就变成一条封闭，一条开放。好，没关系，这不用管它，这无所谓。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成往外的轮廓？就是曲线工具里面有一个偏移曲线嘛，那你就往外偏移。那刚刚那一条这一条曲线，那如果偏移好，我现在5就这样。那你有发现这个曲线偏移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这条曲线是很多条一起去布林而成的，就是修修剪剪而成的。那这里产生问题，这个部分怎么解决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一条线直接重建，然后透过它原本有969个点，你就透过很大量的点啊，比如说500个点，然后预览一下，确定一下，你会发现这条线还跟原本的形状会有点误差，可是无所谓，因为我们是要做出偏移嘛，对不对？然后接着我就对它偏移，选这条线偏移，
距离5，你看这个就可以完整偏移。偏移之后，有些地方会是锐角或者是钝角，不管。你希望这条线是平滑的，可以再重建一次，然后再用500个点重建一次，它就是会自动把它重建成一条线，然后用500个点。那有些尖锐的地方，它就自动把它平滑化了。然后里面这一条其实不需要，就可以把它删掉。就是做出外面的这个框。用这个框之后，要做出亚克力灯片又更简单啦。其实做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哦。如果你要去雷切亚克力的话，你的线条已经做完了，你就把这个输出到 DWG 或 DXF 或者是 AI Illustrator 的档案，然后到你的雷切机就可以做了。那因为我现在要把它变成 3D 的，所以我就是把这个物件从头到尾操作完一次。我把这个物件变更复制到这里好了，不用复制的。然后把其他的这些线条先变更过去就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我把它群组了用群组 ，OK， 然后这个外框线，实体工具挤出1，距离是1两侧嘛，那我就做一个底座给它，我先抓到中间，然后我不知道底座大小，我就抓这个摩艾石像的大小，就先抓一个圆心是0，然后大概抓到这里，所以是20嘛，半径20，然后实体工具挤出单侧，所以两侧关掉，然后10，厚度是10，这块也是你要做雷切不做雷切都可以，然后把这个亚克力灯片往上抬，然后一样这个地方我就做一个沟槽，这不是很流行都这样做吗？然后实体工具挤出，然后再插挤，这个都很简单的一些步骤，就不再特别慢慢说了。然后把这个灯片呢移动一下，自己找一个位置，然后再旋转。大概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稍微放到这里，然后再上个材质里面的这个地方再上个材质这个部分只有线条所以理论我当初这个案例这里面其实我有做成圆管，然后把圆管再上个发光材质，最后就变成这个效果。可是如果你们真的要实做出来，你就送雷切机就好了。雷切线条都在这边呢。那你们看线条要怎么设定，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线条太多，要自己手动删减，这就是后面你们要进去雷切的部分去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就快速做一次这个圆管在这里。那我半径用小一点，0.05好了。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它就会需要跑一些时间。好，你可以看到我这样把所有的圆管都已经做出来了，然后开一个框架模式，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所有的圆管。那对所有的圆管再去上一个材质，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不过这个蛮吃电脑资源的，我这边就录影的时候我就不示范了。好，我只要跟大家说，怎么快速可以做到这个灯片跟这个网格这种4边网格的3D 展2D 的一个效果。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一下这个大卫的头像，这个案例就更复杂一点。好，那这个案例摩艾石像我先讲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就接着示范这个大卫的头像好，接着我们来讲这个大卫的头像那大卫的头像比
摩艾石像稍微复杂一点，所以它的网格当然是更多、更密。所以我们在这个 SubD 工具里面的这个重建视角网格这个工具稍微可以讲的仔细一点。这里面呢，它有一个视角网格的数量，这个数量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希望用多少个网格来重建这一个原本那么密密麻麻网格的一个造型。所以预设是2050哦，这个对称轴我不开，因为它现在没有对称。那我就按确定，稍微让它跑一下。2000个网格，其实它不会刚好是做2000个，它是一个预估值。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重建完之后，这个就是用2000个网格所做出来的一个大卫头像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我开彩线模式好了啊，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糊掉了啊，这是一定的，因为网格的数量很少，所以它比如说轮廓那种五官的轮廓都会不见啊。那你可以把轮廓再增加的更多、更细一点。那就是在重建视角网格的时候，这个适合的大小这个 percent 哦，它现在预设是缩减50%。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数字全部都加大一点，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我都先设成100好了啊，然后这个地方网格的数量我改成原本是2000嘛，我就改成，那我就改20000好了。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效果，然后来按确定。啊，因为它的网格比较复杂，所以它的计算会稍微慢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重建完之后的网格，这样就轮廓就很明显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五官就很明显的都浮现出来。那我们以框架线来说好了，其实这么密的框架线做灯片，效果就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比较宽松的框架线，就大概类似这个比例。所以其实原本预设2000的这个数量其实就够了，甚至你要宽一点，你可以做到1000呢，然后一样预览一下，我就按确定就好，不用预览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这样用1000的网格，大家有看到吗？这感觉是不是比这个密一点？为什么？因为刚刚这里是写1000，可是这里是写100% 啊。那我把它一样，我把它降成50%。其实这个数字越低，这个 percent 其实应该适时往下降。那我就一样，也是按确定一下。那两者的数字之间，你们可能要去互相操作一下，才知道说多少的网格数配多少的 percent，你这样做出来的网格大概是你想要的，也是符合你期待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样转好之后，这个就是1000的，你看看这网格就最宽松了。我开那个彩线着色模式好了，着色模式可以看到，我稍微对调一下，稍微排序一下，就这样，然后这个最密的，最密的，这是原本的最密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是2000，然后可是100% 嘛，然后这是2050%，然后这是1050%，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宽松。好，那一样啊，我们最后如果说希望我们的这个框线这个线架构啊，就是这个网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鼻子有点跑掉了，鼻子都不是鼻子啊，这里糊掉了，这鼻子的轮廓都不见了。好，所以可能是要选择大概是这一个或这个，这样拿来做雷雕的效果应该是比较好啊。好，我看一下好了，选这个好了，这个鼻子比较好看的啊。
这个，然后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在重建的时候是不是要勾这个转换为 subd 物件？那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勾，它现在都还是网格状态，所以你按 Tab 键，它是没办法帮我们切换成平滑状态，所以这个线框是不会变化的。那怎么办呢？在这个 subd 里面有一个工具叫做转换为 subd， 它就是把网格转换成 subd 的一个工具就好。那我就选这个嘛，然后用这个转换为 subd。好，那这个地方其实预设都不用特别去设定，那就按 Enter， 那就转换好了。然后把这个 subd 物件呢，把它抓出来，抓到最前面，这边给你们看。好，我们看一下，我按一下 Tab 键，这是平坦模式、平滑模式啊。那我们要的是平滑模式嘛，因为我希望这个线框的效果是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如同刚刚的制作方法一样，我们就用复制边缘也可以啊。复制边缘就不是把面转换了，然后先把复制边缘的线，重新复制一个好了。刚没有直接按群组，复制边缘之后 Enter， 然后直接按群组，这样比较好选啊。好，然后接下来按建立 2D 图面，选这个物件跟这个线 Enter， 那一样也是视图，正切边缘我也打勾，然后按确定。然后让它稍微跑一下，因为它比较复杂，就需要计算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好，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把2D 展好，放在这个 Top 视图，然后先把这个2D 先找个位置好，就在中间这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然后你有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个掉线嘛，这里也有掉线，那有些掉线的地方稍微看一下。如果觉得这不满意，那我们就不要这些线条，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介绍到这个 subd 物件，我就说要把它用这个转换为 nervous 嘛，然后这里选项选不封装，这个面多你看这里是11391个那稍微让它转一下，花一点时间。你可以看到转好之后，我把这个 subd 先放旁边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转好的不封装的曲面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面板把曲面结构线先关掉可以看到这样。好，那这个曲面结构线呢，一样我就直接用这个物件呢，你不用特别再复制边缘，因为它现在就是曲面的边缘嘛。所以一样建立2D 图面，挑一个喜欢的角度那我就挑这个角度好了，然后建立2D 图面，然后正切边缘，然后这个确定，然后也是一样让它计算一下，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把3D 压成2D 之后，就在 Top 视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就是它刚刚我们是利用转成 nervous 的效果，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线条就会比刚刚用那个复制边缘的效果好很多。那我不能说完全不掉线这里看起来好像掉了一条，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里掉了一条。对，这里是正常的嘛，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掉了一条而已，很简单。这曲线工具这里有一个可调式混接曲线，就直接这样接上去，选曲率，这个效果就很好。好，那一样我们如法炮制，就用曲线不离运算，选所有的曲线 Enter， 然后点最外面这曲线断点让它稍微跑一下，因为线条很多。可以看到它问你要保留的区域内部，你就点一下外侧，然后它就框最外面出来给你就这样最外侧。
那这条线我刚刚不是有教大家一个技巧，就是重建嘛。那一样，它原本是2000多个，我按500预览一下，500预览应该会变形很多，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吻合度都不高，可是整体的轮廓看起来还是大卫头像的最边边轮廓。那我们就反正没关系，我就是用500，然后重建，然后之后再把它偏移曲线，那我距离一样也是给5。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刚刚重建过后是不是在偏移？有些地方会变成钝角、锐角啊，不管，再重建一次，就是这种偷吃步，快速又简单，然后把这条曲线删掉，刚刚那条不稳定的轮廓线删掉，这条就是我要的，那一样，我就把这些线，我把里面群组一下，群组在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地方换个图层，我换到一个变更到图层03好了，然后改一个位置，稍微放中间一点，然后我们来作业一下，实体工具挤出两侧，那我是挤出1这样就好，然后一样啊，我就刚刚的步骤再做一次，圆心是0，然后大小这个做稍微大一点，大概30好了，30，然后实体挤出两侧关掉，挤出5，挤出10好了，然后一样在右视图这个地方矩形中心点，这个中心点，然后稍微自己抓一下沟槽的深度，然后我就凭感觉做就好了。然后实体插极 ，OK， 这样沟槽就做出来。然后一样我就把这个亚克力片，先把这个隐藏，我就移动到这里，你就自己找一个喜欢的位置啊，然后稍微这样摆放一下 ，OK。然后框架模式看一下，然后把这个放旁边啊，然后刚刚那个摩艾石像的是这个图层吧，这里，好啊，就这样，就2个亚克力雷雕的一个作品啊，结果就是这个效果，然后我就上材质，就是这里有先做一些圆管，这些线我都没有特别去处理啊，如果说我不确定各家的雷切机对这个线的要求跟这个线的做法是怎么样，可是大致上整个概念是可以这样快速执行，就是把3D 做成2D 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这个亚克力雷切的这个灯片的最终效果就是这样。那这个案例就介绍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案例有些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我们都很快的可以为大家解答。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影片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小建议，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如果大家觉得影片做的不错，就欢迎大家订阅一下，帮我们按个赞、订阅、分享啊，开启小铃铛。OK，那这个影片就介绍到这边了。